我正准备向暗恋对象林芝告白，就听说他喜欢妍妍。酒吧里，我气得狂喝3瓶红酒。又是妍妍。高中时我喜欢女班长，喜欢了3年，结果妍妍也要横插一杠。她每天和班长说说笑笑，一起上下学，周末还会一起去补习，让我眼红不已。据说他们还是青梅竹马。从那以后，我在心里就是他为我的头号情敌。在学习上，我们也是死对头，抢夺各个科目的第1名。然而，我一直是万年老二。毕业时，班长当众向妍妍告白了，妍妍居然还拒绝了。我嫉妒的红了眼。我的初恋就这样无疾而终了。到了大学，我以为可以迎来爱情春天。我暗恋校花灵芝，谁知道她还是喜欢妍妍。果然，妍妍就是我爱情道路上的绊脚石。在我喝得醉醺醺时，恍恍惚惚，我看到了一张熟悉又俊美的脸，五官深邃，眼眸如星辰般耀眼，剑眉高鼻，皮肤白皙。1.9米身高的她在人群中无疑是吸引人们眼球的靓丽风景。等等，这不是妍妍吗？我心里憋着一肚子火。突然，我想起一件事。我听说过妍妍的八卦。她恐同。据说一个 gay 主动向妍妍告白，结果妍妍恶心的吐了好几天。正所谓喝酒壮胆。我醉醺醺的跑到妍妍面前，她微微皱着眉，诧异道：“季婷，你也在这？你一个人？”我身体摇摇晃晃。妍妍连忙扶着我的腰，说道：“你喝醉了，我带你回去。对了，他和我还是同一个宿舍的室友。”这倒霉的孽缘。酒精上脑的我看着妍妍，脸上露出笑容，捧着她的下巴。她眼眸瞬间瞪大了，不自然的偏过头。怎么了？平时妍妍在别人眼里是温文尔雅的绅士，性格沉着冷静，脸上也从不会露出破裂表情。但此时她眼眸里快速闪烁一丝慌乱神色。我心里的小恶魔嗷嗷叫。我故意将脸更靠近她。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。她的眼睫毛颤了颤，迟疑道：“什么？”我是 gay。 妍妍愣住了，露出难以置信表情。看看她吓傻了吧？我盯着她的唇，决定要来一个狠招。她的唇如同玫瑰花似的鲜艳。一个大男人，嘴怎么如此诱惑人？我吧唧一下，狠狠地咬在了她的唇，软软的橙子味。然后我就失去了意识，昏睡了过去。第二天我醒了，我看着宿舍的天花板，头疼欲裂。昨晚的记忆如海水倒灌，填满我的大脑。刺激！喝醉酒的我居然装 gay， 还咬了他的唇。而恐同的妍妍还真的被我镇住了，吓得满脸通红。我询问了室友吴迪，昨天怎么样？吴迪告诉我，妍妍将我送回来后，居然在洗浴室里待了2个小时。我猜她应该恶心的吐了好几回，又洗了很久的澡。我总算出了一口恶气。就在这时，宿舍门被推开了，穿着黑色大衣的妍妍走了进来。她眼眸里露出一丝不自然目光，红艳薄唇有一块位置破皮了，尤其引人注目。我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她要是想打架，我奉陪到底。反正我早就看她不顺眼了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妍妍拿着书本，看都不敢多看我，就急匆匆的离开了，甚至还撞了门板。我扑哧一下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我第一次看到镇定沉稳的她如此慌了。我像是一只猫，终于逮住老鼠后，就忍不住想逗弄。晚上，宿舍阿姨临时通知快停水了，但我们几个人还没有洗澡。室友陆峰提议干脆2个人一起洗，省时间，我和吴迪一起洗，那剩下的只能是我和妍妍。妍妍背对着我，耳朵红得滴血。我毫不犹豫道：“我和妍妍一起洗澡，她不是讨厌 gay 碰她吗？我偏偏要碰。”在洗浴室里，妍妍背对着我洗澡，
就是不肯看我，还和我保持距离，恨不得贴墙角。我的目光在他的腹肌上打转，一不小心就多看了几眼。这家伙居然有8块腹肌和人鱼线！妍妍好似察觉了我的视线，立刻用毛巾遮挡了腹部。我冷笑，手里拿着搓澡巾就往他身上搓。妍妍，我帮你搓背吧。妍妍的身体颤抖，耳朵红的滴血。不用了，我却不管不顾，不用客气，我帮你。季婷，他声音压制着某种情感，仿佛野兽即将要冲破束缚牢笼。别闹了，我故意装不懂，我没有胡闹啊，我就想帮帮你。果然，下一秒，妍妍红着耳朵，镶着浴巾，夺门而出。我露出得意笑容，又扳回一局了。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只要我逮住机会，就会想方设法靠近妍妍。看到她一副避之不及、隐忍克制的模样，我心里就爽歪歪。从高中到大学，一直屈居于她之下的憋屈和郁闷之气一点点消失了。几天后是高中同学聚会的日子，本来我是不想去的，但这次牵头人是我的好哥们夏川，我就答应了。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以前没有参加过同学聚会的妍妍，这次居然来了。在包厢里，妍妍依旧是人们关注的焦点，被大家众星捧月着。我和夏川压力聊天，你不是说你最近在追一个人吗？追到了，夏川问道。我们上次吃饭，我曾提到过暗恋一个女生，但我没有说是谁。夏川还不知道我的暗恋萌芽再次被扼杀了。我难堪道，还没有，我哪里好意思说，我喜欢的女生又被妍妍抢走了。为了维护我的面子，我又补充道，快了，我一定会很快追上的。夏川笑着点头，那是，你长得好看。他继续八卦道，不过你喜欢的人是谁啊？是我认识的吗？我准备回复时，眼眸余光看到妍妍正在盯着我。盯我干什么？但是当我的目光和他对视上时，他却快速的移开视线，耳朵也被染红了。他怎么了？神色怪怪的。我含糊道，保密，聚会结束后宿舍已经关门了。夏川安排我们去住酒店，但酒店房间就只剩一张单人床。我和妍妍被人安排到同一间房间。夏川抓了抓头发，愧疚道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少订一间房。其他人都已经住下替，就剩你们2个了。妍妍脸上依旧是一副温文尔雅的模样。没事，我冷哼，装吧。估计他心里早就吐血了，奈何他平时就一直喜欢装，就算再讨厌也不会暴露过多的情绪。云淡风轻，我曾偷听过，女生们都喜欢他斯文俊美、沉稳优雅的模样。酒店房间里，洗完澡后，我裸露着背出来了。妍妍已经洗完澡了，躺在床上，床头柜的柔和灯光落在她的脸上，勾勒着她精致的五官线条，也衬得她的皮肤更加白皙剔透。妍妍正在看手机，她抬眼看了我一眼，目光停留在我身上时，又快速躲开。她白瘦的脸如同白玉浸透了红墨，语气急促，你怎么不穿浴袍？我大大咧咧道，穿不习惯，面料太粗糙了，我在家里喜欢穿丝绸睡衣，要是没有睡衣，我就索性不穿衣服。说完，我躺在床上准备睡了。我刚刚躺下，妍妍就挪到床沿边，我和她中间隔着一条手臂那么宽，她都快要掉下去了。我冷笑，这家伙真是讨厌 gay， 恨不得要离我远点。我偏偏不，我故意往他旁边靠近，身体贴着他的后背。我听到了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我满意的笑了。渐渐的，我眼皮越来越重，快要睡着了。突然，耳边传来了男人低沉的声音：“你是1还是0？什么1？什么0？在这里念数字吗？”我随口说道：“从高中时，我最渴望的就是争当第1名。”此时的我还不知道此1非彼1，我迷迷糊糊的睡着了，以至于我没有听见耳边传来了男人的叹息。那怎么办？你追我，但我也是1啊。第二天，我发现妍妍看我的眼神透着古怪。
回到宿舍时，他还会盯着我发呆。难道他快憋不住了，不想再伪装温文尔雅的绅士了，想揍我？这时，我收到了消息，我当上了学院的学生会主席了。之前，妍妍是我的竞争对手，我总算赢了他一回，我可以扬眉吐气了。算了算恶作剧的时间，已经有2周了。以前屈居于他之下的憋屈之气，终于不复存在了。我不打算再像之前那样主动靠近他，捉弄他。反正他恐同，我的存在对于他来说就是眼中钉肉中刺。回到复室后，妍妍已经收拾好衣服，准备进入洗浴室洗澡。这要是换做平时，我会厚着脸皮挤进去和他一起洗，但现在我没兴趣了。妍妍在浴室门口停留了一会儿后，好像看了我好几眼后才进去。接下来几天，我独来独往，一个人去上课、吃饭、去图书馆。只是我发现好几次妍妍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古怪，像深不可测的古潭深处却藏着暗涌，随时都要喷涌而出。1个星期后，下课后，我正准备去图书馆，经过墙面拐角处时，突然男人像是一座高大的小山似的拦在我面前。他的俊美面庞像被一层薄霜似的覆盖，眼眸里却燃烧着炙热目光。季婷，这几天怎么了？低沉的语气里透着一丝焦躁不安。我仰头看着他，懵懂的眨了眨眼，没怎么啊，他怎么会突然这么问啊？妍妍的非同闪烁慌乱神色，但很快恢复平静。你这几天没有再找我了？是啊，他该偷着乐了。之前我每次靠近他，他都非常局促不安，不停躲闪。他张了张嘴，还想说什么，我看了一下手表，着急的打断了他。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了，我的兼职时间快到了，要是迟到会被扣钱。直到我离开，我都能感觉到背后有一道炙热目光盯着我。我以为妍妍不会再主动找我了，但是从那天开始，妍妍就开始不对劲了。只要我出现的地方，10之8九她也在。我去图书馆，她也去图书馆。她会提早起床给我占位置。我去打篮球，她会在观众席下坐着。休息时，她第一时间跑过来给我递毛巾、递水。以前的她可是从来都不会来篮球馆的。到了晚上，我回宿舍时，她总会带回一大堆零食和奶茶。平时妍妍可是从来都不吃零食的，也不喝奶茶，自律的可怕。她说是家里亲戚开超市的送的。本来我是打算拒绝的，但很巧合的是，大多数都是我爱吃的，所以我抗拒不了诱惑。最诡异的是，我每天刷朋友圈都会看到妍妍发8块腹肌的9宫格照片。她平时从不发朋友圈，但最近这段时间，她却像是花孔雀开屏似的，每天都要发腹肌照。虽然我是男人，但我还是忍不住多看几秒。妍妍的身材比大多数男生保持的都要好，不仅仅有8块腹肌，还有人鱼线。我顺便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只有1块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就更加哀怨了。可恶，死对头投喂了不少零食，我都胖了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1个月。这天，我正打游戏，正是比赛最关键的时刻，我没时间吃饭。妍妍端着小吃坐在我身边，一边看我玩游戏，一边时不时将薯条递到我嘴边。全神贯注的我张嘴就吃，根本没空想其他的。等玩完后，我才发现妍妍刚才像对小孩子似的喂我吃。我还隐约记得，刚才我随口说了一句可乐，不一会儿，拧开的可乐蒂就到我面前，里面插着吸管。男人温柔又宠溺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只喝一点吧，对身体不好。在我发呆时，妍妍已经收拾好了垃圾，替我擦拭干净了桌子。她抬头看着我，温柔的说道：你早点去洗澡，休息吧，明天再玩，不然眼睛会疼。我呆愣地点点头。我看着她脸上的温柔笑容，恍恍惚惚
这段时间妍妍真的很不对劲，特别粘人又宠人。一切不对劲，就是从我当上了学生会主席以后，所以我怀疑是他有求于我，故意讨好我，害怕得罪我。但此时此刻，另外一个离谱的念头像是一条灵活的鱼跳进我的脑海里。莫非他这1个月都在追我？我的心脏狂跳。不会吧？但我很快就打消了念头，妍妍怎么可能是 gay？ 应该是我多想了吧。然而晚上我还是辗转反侧，许久才睡着了。第二天，我捂住发烫的脸，我居然梦见了妍妍。梦境里，妍妍像是勾引人的妖精似的，露出8块腹肌，还要我摸。一定是我最近看了太多的腹肌照，都被妍妍洗脑了。我连忙拿出手机，屏蔽了她的朋友圈，以后不看了。傍晚，我从图书馆回宿舍，我抄了小道，更节省时间。这块位置僻静，少人。当我经过一个小荷塘时，不远处传来了小孩子的哭声，还有另外一个小女孩的尖锐叫声。救命！我弟弟落水了！我没有多想，快速跑过去。穿着红色衣服的男孩在水里不停地扑腾着。我放下手机，来不及脱下衣服，就跳到荷塘里。我将小男孩拉到了池塘边，用力将他推上岸边，而小女孩也配合我，拉着他的手往上拖。就在我快要将小男孩推下上岸时，在水里的左脚被什么拉拽着。糟糕，应该是水草缠住了我的脚。我将小男孩推上岸后，憋了一口气，开始在水里解开水草。但无论我怎么解，水草都越来越紧。我想要浮出水面，却没了力气。难道我今天要死在这里吗？渐渐的，我失去了知觉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耳边传来了男人恐惧又焦急的声音：季婷，醒一醒，别吓我！季婷，我的唇被覆盖着，软软的像果冻一样。我的心脏快爆开了。我猛地睁开眼眸，剧烈的咳嗽着，将水咳出来。我一边咳一边打量着周围。妍妍全身湿淋淋的，平时冷静克制的眼眸，此时却充满了恐惧和疯狂，脸色也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。我也缓过来了。刚才妍妍应该是在为我做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。是你救了我，我虚弱道。你离开图书馆后，我也离开了，但有学姐和我说话，我就耽误了点时间。等我来找你时，我就听到有人喊救命，还好我的钥匙圈上有一把小刀，可以割断水草。刚刚死里逃生的，我还没有从恐惧中缓过来，谢谢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太紧张了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心脏仍然剧烈的跳动着，仿佛要从胸膛里跳出来。随后，妍妍居然将身高1.8米的我轻松背起。不用，我可以自己走。但妍妍的态度却异常坚定。我背你，你乖一点。我乖。怎么像是哄小孩似的？我突然想到，这段时间他似乎一直把我当小孩子宠。有时候他买零食和饮料回来，都会将饮料瓶盖先拧开，再递给我。我也不再挣扎，胸膛紧紧贴着他的背部。缓过神的我才发现，他居然是穿着正装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穿西装。西装布料修饰出他的完美身材线条，原本清冷的气质透着禁欲感。湿淋淋的头发滴落水，从脸上一直延伸到喉结，再到脖子深处，为他多增加了一丝性感。他带着我们3个人一起去校医院。经过医生检查，我们都没有事后，妍妍带着孩子回宿舍，而家长们也将孩子们接走了。他们是学校的老师。临走前，他们再三感谢，甚至想跪在地上，还好被我拦住了。回到宿舍后，我洗热水澡，在浴室里，我鬼使神差的摸着我的唇，这里被他亲了。明明上次我在酒吧里也亲过他，但我怎么觉得比我第一次吻他时，这一次他的吻甜多了。很快，我不再继续多想，他只是在救我，为我做人工呼吸，仅此而已。这一次
他救了我。我犹豫再三，决定向他坦白我的恶作剧。这段时间里，我对他的怨气早就消失了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也放下了灵芝了。到时候如果他生气了，要打要骂，我都绝不会还嘴还手。我主动约妍妍一起去吃晚餐。妍妍的眼眸里透着期待目光，脸上露出温柔笑容。好，我来订餐厅吧。我知道有家餐厅很不错。我点了点头。餐厅里，妍妍的脸上表情没有像以前那般沉稳，眉宇间透着一丝紧张。我看着面前丰盛的晚餐，心里也忐忑不安。几次张嘴，还是说不出口。还是吃完后再说吧。1个小时后，我放下了刀叉，捂住肚子，好撑。吃饱了，我点点头。吃饱了。这家餐厅不错，食物很好吃。妍妍眼眸里流转着异样目光。她看了看旁边的服务员，随后服务员送来了3束花，娇艳的玫瑰花，灿烂的向日葵，纯洁的百合花。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花，就买了3束。我看到花束时有些发懵。好端端的送我花做什么？我一个大男人的，难道依依我全身如同木头似的僵硬？但唯独心脏却越跳越快。妍妍紧张到手指发颤，喉咙动了动。季婷，你之前追我，我没有回应你，让你失望了，你对我冷淡下来了。但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你了，我的大脑炸了。妍妍居然爱上我，她不仅不恐同，还是 gay。 回想这段时间，妍妍的很多行为都非常不对劲，但直男的我也是昨天才后知后觉，怀疑他在追我。现在一切都确定了，是真的。妍妍的眼眸里露出炙热的目光，红着脸继续说道：我知道上次我在酒店房间里说我是一，吓退了你，但我们可以再商量商量。不要因为我也是一，你就不想和我在一起了，好不好？我脑袋发懵。什么是一，什么是零啊？记得上次他在酒店里房间里也问过我，但当时我根本就不当回事。现在直觉告诉我这很重要。我拿起手机赶紧查。当搜索页面出现后，我打开了新世界大门。我才明白一和零是什么意思。放下手机后，我的头脑晕眩。完了，我真的完大了，出大事了。我也理清楚了整件事。一开始妍妍以为我故意追她，她当时没有答应我。后来她在酒店里试探我是不是疑后，正好赶上了我没有主动靠近她，结果她就以为她久久不回应我，我对她不感兴趣了，也因为我们撞号了才会疏远她。所以这1个月里，她反过来在追我。沉默一会儿后，妍妍神色越来越紧张。季婷，你可以做我男朋友吗？我心虚的抬不起头。但是到如今，我必须得坦白。我艰难道：妍妍，之前没有在追你。她瞳孔收缩，嘴角处的笑容变淡。什么？我不安的捏着手指，坦白了高中时的事情，还有灵芝的事。妍妍眼眸目光越来越暗淡。我喉咙干涩道：是我听说你恐同后故意装 gay， 我想对你恶作剧，想恶心你，但当时我不知道你是 gay。 妍妍的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。我愧疚又不安，真挚道歉道：对不起，最开始我只想对他恶作剧，不曾想他是真 gay。 妍妍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平静，但我却听到了些许颤音。不用说对不起，你喜欢谁是你的自由，是我情不自禁，我的心脏如同被一只手用力的握住，让我喘不过气来。但下一秒他话锋一转：你喜欢女生，我继续喜欢你。如果有天你找到了女朋友，我会放弃。我猛地抬头，难以置信看着他。我脱口而出道：你不觉得这样对你不公平吗？他闪烁过一丝苦涩神色，但目光却坚定地锁定着我。不觉得，是我自愿的。我的手掌紧紧握住，思绪乱成一团。我是直男。过去18年里，
我一直喜欢的是女生，这一切都太突然了。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。此时此刻，我给不了他任何承诺。那天以后，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。他和我保持一种微妙的距离，既可以让我看到他，又不会让我感受到压力。早上我起床后，我桌子上会摆放好早餐，而他已经去上课了。在教室里，他不会坐在我身边，而是和我隔着几排座位。他很少会主动和我说话，但只要我和室友们说话，我总能感受到他的目光在默默注视着我。他会买零食和奶茶，依旧是每位舍友都有，分量一模一样，不会让人感受到负担。我去图书馆，他会提前去占座，桌子上放着牛奶和书本，而他的座位距离我的位置10几米。寝室里每天花瓶里的鲜花会更换，有时是玫瑰，有时是百合或者向日葵，这样的日子持续了2个月。清晨，我睁开了眼，我懊恼地将头埋进被窝。我又一次梦见了妍妍。这几个月，我已经有许多次梦见她的腹肌照，哪怕我屏蔽了她的朋友圈，也没有用。那些腹肌照已经像是烙铁一般，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里。之前我偷偷看了看2位室友的朋友圈，他们都看不到妍妍的腹肌照朋友圈。我才知道，妍妍每天发朋友圈，只对我可见。彻底清醒后，我从床铺下来了。桌子上已经摆放好牛奶和豆皮。我恍惚的想起了昨天我刷视频看到了豆皮视频，随口说了一句想吃。说完我就忘记了，但没有想到他记住了。我的目光看向了妍妍，她的座位上还搭着一件外套，外套上散发着淡淡的橙子味。鬼使神差的，我走到她的座位上，拿起了她的外套。这段时间里，只要妍妍出现，我的视线总是会情不自禁的看向她。哪怕隔着好远，我闻到她的气息时，我的心脏都会跳动的越来越快。一开始这种频率还很少，但是最近的次数却越来越多。当我低头嗅了嗅，橙子味扑鼻而来。这时我猛地一惊，才意识到我自己做了什么。我慌乱的将衣服放回原处。一个念头宛若藤蔓从我脑海深处伸出来，让我无法再无视它。难道我喜欢上妍妍了？我弯了。我回想着过去，也许从我落水后，他亲吻时，我就开始不对劲了，或者从他开始投喂我时，他就已经用温柔和宠溺织了一个密密麻麻的网，悄无声息的俘获了我的心。但那时的我还爱而不自知，一整天我都恍恍惚惚。我做了19年的直男，现在却弯了。傍晚，我从图书馆回来了，在宿舍楼下，我看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。灵芝穿着鹅黄色的裙子，大眼睛含情脉脉的看着妍妍，脸上露出娇羞表情。而妍妍就站在灵芝面前，他们2个站在一起，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随后，灵芝紧紧抱住了妍妍。看到这一幕时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我身体只是本能的行动着。我快步从他们身后经过，没有停留。我刚走进宿舍，室友无敌就激动的拉着我的手，八卦道：“你听说没有？妍妍和灵芝在一起了。”大家都传疯了，我的心脏泛着剧烈的疼痛。前段时间里，我就听从灵芝的室友那里听说了灵芝喜欢妍妍，还要向妍妍告白。那时伤心的我跑到酒吧里喝醉了，我才想着要报复妍妍。现如今他们果然在一起了，而此时此刻，我的心脏如同被泡在酸水似的，酸透了。我脑海里想的不是灵芝，是妍妍。但妍妍不是 gay 吗？怎么会和灵芝在一起？焦躁不安的我拿起手机搜索了一下，双性恋的字眼进入我的眼帘。我沮丧的坐在椅子上，看来妍妍是双性恋，既喜欢女生也喜欢男生。这时我闻到了淡淡的橙子香水味，果不其然，下一秒妍妍推门进来了。她熟练的将芒果芝士、奶茶和零食放在我的桌子上。
他眼眸里露出宠溺目光，温柔说道：“顺路给你买的奶茶和零食，他买了3份，其他2位室友们也有份。”我的心像是被一层乌云紧紧包裹着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假淡定，平静道：“谢谢。”妍妍眼眸里露出一丝疑惑目光，眉头皱着：“怎么了？不开心？”妍妍果然很敏锐。我嘴硬道：“没什么，这几天我都辗转反侧，脑海里想的全都是妍妍。我真的喜欢上了妍妍，但我已经错过她了。”清晨，妍妍将早餐放在我的桌子上，准备出门时，我不再装睡了。我将头探出被窝：“既然你已经和灵芝交往了，以后不要送这些了，这对另外一个女生也不好。”妍妍脱口而出道：“我没有和灵芝交往啊！”我愣了一下，怀疑道：“昨天下午我都看见她抱你了。”妍妍的嘴角处勾勒出微微弧度，试探道：“所以你吃醋了？”我的脸立刻红了，心虚道：“没有。”她轻笑了一下，眼眸温柔看着我，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。她耐心解释道：“他的确抱了我，但我推开他了，也拒绝了他的告白。”我疑惑道：“可是你和灵芝在一起了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学校啊！”1个小时后，妍妍放下了手机，眼眸看着我：“我已经问清楚了，是灵芝的室友们偷拍了我和他的照片，以为我们在一起了。灵芝知道后也没有第一时间澄清，不好意思说我拒绝了他的告白。后来他们在发给朋友看的过程中，有人又将照片发到校园墙上了，所以才会有谣言。原来如此。”我嘴角处抑制不住上扬，他没有和别人交往。妍妍继续说道：“灵芝他们已经发帖澄清道歉了。”我也松了一口气。妍妍问道：“你看了校园论坛的帖子吗？”我摇了摇头。他将手机递给我，我才看到了帖子。原来妍妍也澄清了。帖子里，妍妍不仅仅阐述了和灵芝交往是谣言，还公开出柜了。我只喜欢男生，而且我已经有喜欢的男生了。当我看到我已经有喜欢的男生，臂寸心脏剧烈的跳动着。看完后，我声音发哑：“我看完了。”他的语气透着小心翼翼：“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和别人交往。”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原来有这种谣言。我的心脏跳动的越来越快。知道了。他温柔的语气宛若诱惑的钩子。季婷，你问我这件事，是不是因为你在意我？现在是不是有点喜欢我？哪怕是一点点。我像一条终于咬上了钩的鱼，没有再逃避。瞬间，妍妍脸上布满了狂喜神色。我看了一眼门口，没人。然后我快速的说道：“不是一点，是很多很多。这几天我已经认清楚了自己的内心。我不仅仅早就爱上了妍妍，也害怕失去妍妍。”我一鼓作气道：“我也爱上你了。”我的耳朵红透了。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告白，对方是男人，还曾经是我的死对头。妍妍的眼眸里溢满了喜悦，手指激动的微颤，胸膛剧烈的起伏。“我现在可以抱抱你吗？”我点了点头。下一秒，他紧紧抱着我，好似要将我融入他的身体里。他一遍又一遍的叫着我的名字，语气里渗透着丝丝情意。“季婷是我的了。我们现在可以交往了吗？”我早已春心泛滥。交往了，不过我心里还有一个疑问。你明明是 gay， 怎么会有人说你恐同啊？如果不是因为传言，我当时根本就不会装 gay。妍妍没有向我隐瞒，向我坦白整件事的原委。原来高中时期就确定了性取向，但他没有对外公开。之前向他告白过的人企图强迫他，他恶心的吐了，还因此大病一场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对男人的触碰有心理阴影了，虽然他是 gay。 听后我心里泛着愧疚，当初我一时兴起故意装 gay 恶心他，却不知道这对他来说是心理阴影。对不起。我一拉着脑袋，手指紧紧蜷在一起。妍妍却温柔的将我抱在她的腿上，让我像是小孩似的坐在她的怀抱里。不用说对不起。其实她的耳朵红红的，眼眸里透着愉悦。你亲我时，我除了震惊很害羞以外，
还有点兴奋。但那时我还不确定我对你的感情，直到你有天不理我了，我慌了，才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你了。还好你主动靠近我，不然我就错过你了，我才如释重负。我和妍妍交往3年后，我们一起毕业了。我已经向我父母出柜了。之前我父母也犹豫，但妍妍坚持不懈的来拜访和照顾他们。渐渐的，他们也认可了妍妍。我妈私底下还叮嘱我，你这男友太帅了，也不知道怎么看上你的，你可得看紧了。我哭笑不得，可不是我看他看得紧，恰好相反，是他管我管得严，一直生怕我会被别人抢走。只要是有谁太靠近我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他都爱吃醋。毕业后的第1天夜晚，妍妍和我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妍妍温柔的喂我吃零食，我只负责看电视就好。我耳边传来了妍妍蛊惑的声音：乖乖，3年了，想好了要当老婆还是想当老公了吗？我面红耳赤。沉默许久后，我将头埋在他怀里。白天我是老公，晚上我才是老婆。妍妍满眼宠溺，遵命，我的老婆老大。